儿子，怎么又这么晚回来呀你？公务繁忙，没有办法。那你以前不是说甭管多忙都能按时回来吗？那是以前啊，现在不一样了。共产党的干部要以身作则。干部？哼，高升了，啊？什么官衔啊？呵，侦察组长。组长啊，听着也不带威风啊。还不威风啊？我是特案组组长。唉，不过我对这当官啊也不感兴趣，但是没办法呀，上边专门委任我的，你说我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个面子吧，对吧？哼，对。妈，我那双意大利皮鞋给我找出来。哎，那饷钱是不是也跟着涨了呀？嘘，共产党的干部不提钱，俗。俗？那不提钱，他吃什么呀？你喝西北风去吧你！哎，什么叫俗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刘笃信那儿恐怕短时间不能去了。4个明哨，4个暗哨，附近街道还有3个，楼上制高点还有4个。共军恐怕是败了一个家乡般的人吧。站长，那咱们去哪儿弄钱啊？明天我再进城看看别的银行钱庄是什么情况。儿子，你得听妈一句真言啊。你要是想步步高升啊，就得离那个许姑娘远着点儿。怎么回事啊？昨天不还说人家是活菩萨呢吗？活菩萨当然是不假呀，但是你这庙忒小了，你容不下人家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琢磨着你们这处长肯定也看上人家了。你自个儿想想，你跟你们的顶头上司争风吃醋，能有你的好果子吃啊？你听谁说的？瞎算出来的。哎呀，这不是耶律大组长吗？呵，这么刺眼啊！大了还是把这双皮鞋套你脚上了。说话别那么阴阳怪气的。你再仔细看看，我有双一样的，那双早就作为物证归库了。这小官我也不想当，没办法，秦处长人家非要让我当，我怎么也得给个面子吧。那我问你，北门强奸有进展没有？有，但暂时无可奉告。哼，这个说法倒挺好，既显得不那么无能，还显得挺高级。走。
你要把对付革命同志的那点小聪明用到破案上，估计马夫要早就落网了。对待孙大虎这样的土包子，用点小聪明足矣；但是对待马扶摇就得用大智慧了，他可是见过世面的。别光说不做。行啊，走着瞧。铁蛋儿，我知道你躲在后面偷听，出来。走，跟我出任务。是。哎，那我呢？留守。哎，我说这个一律大哥呀，你说咱们军管会的人全穿军装，为什么就你一个人穿便衣了？破案需要。那为什么我不能穿便衣了？这也是破案需要。咱们破的是不是一个案子呀？是一个案子。那为什么那么多需要了？别问那么多了，一会儿你要演一场戏。哎呀，这演戏我还有点紧张。不用紧张，你就一句台词。什么台词？啊啊啊！先生去哪儿？南门。您请。老板，您不是要去南门吗？这都跑出去这么远了，您到底要去哪儿啊？跑得越远，你赚的越多，跟钱过不去啊。老板，这都跑出南门这么远了，要不您看给加个1000块钱吧？可以啊。老板，您这是干嘛？没钱咱们好商量嘛。啊，欠债还钱，欠命也得还命。老板，我就是个拉车的，我哪有那个能耐啊？啊！上周你是不是拉了一个商人？后来那个商人被共军给毙了。啊，拉过，可是那是他先开枪打大军的。再说我就是个拉车的，他们谁打谁，我哪管得着啊？那你是从哪儿拉的他？就是从你上车的那个地方。哎，老板，我真没骗你，我真没骗你。不管你骗没骗我，那是我兄弟，死得不明不白，我得找个人给他还命。你要有冤枉，就去问阎王吧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是国军的人，不像吗？别动，住手！我是军管会的。哎呀！共产党万岁！说，老板，你别开枪，我跟你们那个马站长还拉过车啊，他原来座驾不方便去的地方都是我拉的，就是好像没有见过老板你。少跟我废话，那天是怎么回事？我兄弟是不是你出卖的？真是冤枉，真的是冤枉。后来共军找着我，3趟会审我都没说。看来我错怪你了。那是谁？老板，我真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。那天出事之前你去哪儿了？那个老板让我拉他去天府街72号楼旁边的一个小洋房，进去没多久就出来了，然后我们就去了北门。那个箱子，是你们进去之前就有的，还是出来以后你们拿出来的？出来以后拿出来的。挺有种啊，共军审你都敢不说实话。是那个老板让我不跟任何人说，他说我说了之后有人会来杀我全家，所以我就没敢说。你以为共军现在就放过你了吗？早都派人盯着你呢。你们车夫里也有非常积极靠近共军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那个二顺子他就是，
我说这几天他怎么老要跟我一块拉活呢？这条人命，共军也会算到你头上。老板，你放心，我马上离开盐城，我是让他们找不着我就是了啊。还算聪明。走吧。别动！起来！我让你装个死人，哪那么多话呀？差点暴露了，知道吗？谁知道你们说那么长时间？快把我憋死了！你自己不会换气啊？我是个死人，我闭着个眼睛，我哪能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说话了？你就不会睁着眼睛死啊？睁着眼睛死？我睁着眼睛，万一我一下没忍住，眨一下眼睛，那不就全露馅了？那不就？告诉你啊，这是咱们组的秘密行动，谁也不许说。组长给你的命令，听见了没有？是。走。我都观察过了，共产党背后有高人呐！不光是银行钱庄，就连94商场，他们也都加强了戒备。那怎么办呀？眼下这个局势，手底下的弟兄全靠金钱维持。如果没了钱，恐怕用不了几天，就无可用之兵了。这些都不可怕，可怕的是，咱们两个要给自己留好退路，那也得需要大把的银子。我再想想办法吧。莫医生，你们医院有没有性格好一点的护士，愿意做私人看护的？怎么，你脑震荡还没好啊？不是我，是我太太。你太太？她哪里不舒服啊？她最近情绪不太好，经常会失控，严重的时候还会摔盆打碗。她这种情况一个人在家，我是不太放心，所以我想找一个人既能做看护，也能陪她聊天解闷儿。对了，价钱还不能太高。那恐怕不太好找。我们医院现在规定的非常严格，就算有人肯出大价码，也恐怕没有人能抽出时间来。卢兄，我有个远房表妹，正好是学医护的，要不我把她介绍给你吧？那自然是好。可是你表妹不用上班吗？她呀是家庭成分不太好，有个哥哥去台湾了，现在政府正在甄别她呢，正愁没饭碗。啊，那太好了。那拜托叶律，请尽快安排一下吧。没问题。北门枪击案和张景发被杀是同一个案子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都和马扶摇有关系。现在我们当务之急的就是要赶紧抓住这个马扶摇，谁抓住谁立大功。不过有我在，我不会给别人任何机会。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我已经查过了，北门枪击案的凶手手里的那一箱大洋是从房凤手里获得的。这么重要的线索，你有跟上级汇报吗？汇报啊！我等了他们来偷我辛辛苦苦栽种的桃子吗？哎，你怎么就想着争功啊？你这思想太落后了。我就缺这一功。我出身本来就不好，以前还抓住过秦天明。我再不立功破案，我就很危险了。
你们俩出身这么好，当然不理解我的感受。破案这个东西就在一念之间，说出这一念非常容易，动出这一念是非常难的，知道吗？所以要想破案就必须保密，你要是做不到，可以随时退组。你觉得我们应不应该跟上级汇报？组长就是我们的上级，我们应该完全相信组长。听见没有？少数是不是应该服从多数啊？张景发那边现在已经是条死线了，所以我准备把你调回来。马扶摇现在肯定已经察觉到我们对张太太的注意了，所以他不会再去找她了。而房凤那边不一样，他现在一心想要移民香港，也正是他缺钱的时候。在这种时候，他还可以冒险去接济马扶摇，这只说明2点：要么他有什么把柄在马扶摇手里，要么他就对马扶摇情有独钟。总之，不管哪一点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，他和马扶摇的关系肯定不一般。更重要的是，马扶摇现在还没有发现我们对房凤的注意。你是说马扶摇还会去找房凤？马扶摇都已经到了找房凤接济的地步，说明他真的非常缺钱。现在军管会又在各大银行都布了哨岗，所以我断定他极有可能再去找房凤求助。我要跟你说的是，房凤现在正好缺一个私人看护，你以前是医生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可是你的任务就是随时注意房凤的情绪变化，还有记住每一个来找他的人是谁。可是我跟房凤之前见过面的。什么时候？1周之前。放心吧，他是不会记得你的。可是他还给我签名了呢。哼，看来你显然很不了解演员这个职业。当你看电影的时候，你看到的是一个被镜头放大无数倍的人。你喜欢这个演员，于是你会看很多关于他的作品，然后你主观的会认为你已经很了解他了。但是对于演员来说恰恰相反，你对他来说是陌生的。你在很多演员中选择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演员，而对于演员来说，他是没有办法去选择自己的观众，所以你们的一面之缘，他是记不住你的。哦，那如果马扶摇不去找房凤呢？我耶律办案讲究的是攻守兼备，你在房凤那里是守，我当然还有一个攻的策略，就是那个小丸子。小丸子和马扶摇有什么关系啊？小丸子和马扶摇没有关系，但是小丸子和张景发有关系，张景发又是死于马扶摇之手，所以我认为顺着这条线挖下去，一定会挖到别的线索。好，我接受你的任务，不过得得到上级的批准。我不是你的上级吗？你是我的上级，但是你没有那么大的权限。那算了，破案对我来说只是糊口。如果连你们共产党员都这么不积极，感觉我要害你似的，那我没什么可说的。去不去你决定。如果是秦天明叫你去，你早都屁颠屁颠的去了。感谢长仙儿，感谢长仙儿，我儿子高升了，我儿子当了侦查组的组长了。感谢长仙儿，感谢长仙儿，长仙儿保佑保佑我儿子步步高升，升官发财。感谢长仙儿，长仙儿保佑，长仙儿保佑。感谢长仙儿，感谢长仙儿，感谢长仙儿。怎么了？想通了？对不起，你是我的上级，上级指派的任务我不应该质疑。这还差不多。上车吧。你等会儿，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得经过组织的同意。我可以不越级上报，但我希望你自己去请示，我是为了你好。你的第一职责是听话还是破案？听话。
那就上车，听话。所长，这是我们刚刚制作的一批棉服，您看看，如果款式合适的话，我们就让被服厂按照这个去做了。先放这吧，一会儿再说。是。那个小丸子最近表现得非常不好，已经成了对抗改造的坏典型。具体行为呢？贿赂干部，企图外逃。贿赂？他怎么贿赂啊？进来的时候东西不都被收缴了吗？色诱啊？那倒没有，他想收买我们。怎么收买呢？他进来的时候你们没搜身呢？搜过了，可他号称他有很多的钱，我们还突击搜查了他们的内务，没发现他有什么私藏的财产。可他就是号称，如果放他出去，会给我们很多的钱。这个小丸子我要见一见他，单独和他谈一谈。好。哎，对了，铁蛋在你们那儿还争气吧？特别生气。前段时间有一个重要线索，要不是铁蛋，谁都发现不了，对吧？嗯，是吗？这小子长进了。对了，我们这个案子非常保密，刚才我跟你说的，不许告诉任何人。好，我理解，我这就叫人把他带来。好，你们就在这儿聊吧。谢谢你。你也要回避一下。我也要回避。对，处理不是规定当仁不办案吗？你在这儿，他不一定说真话。快出去。报告。进来。你是？我是警察呀。可你上次说你是张先生的朋友。对呀。张先生的朋友就不能是警察了吗？哼。那如果你是张先生的朋友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，把我弄出去？哎呦，这个事儿可不好办呀。这是收容所，不归我管。我能替张先生来看看你，就已经很给他面子了。我知道，但如果你肯帮我这个忙，我可以大大的回报你。你拿什么回报我呀？我可以给你钱，很多钱。很多是多少呀？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。 500美金。我这么聪明的一颗脑袋就值500美金？1000。坐下，慢慢说。小雪啊，出去给我倒杯茶去。听见没有？我是不是你的上级？
是。你是不是要听从我的指挥？是。那我现在就给你一个任务，你去调查一下，这几天小丸子都跟谁提过他女儿？因为我听说小丸子最近和一个妓女经常交头接耳。哦。把这身棉衣换上。现在？对。好了。去吧。等会儿，一会儿记着把裤子连起来。哦。你真的有这么多钱？为什么要急着出去？我女儿病了。那我怎么才能相信你呢？刚才我问过管教了，说你进来的时候已经搜过身，1分钱都没有。我的钱都存在银行里，是用我的名字存的，只有我能取。可是1000块太少了。1500。等等，5000。美金。耶律齐、许留心，本上都有，你查一查。好，放行。报告。谢谢啊。耶律。这个耶律齐跟小丸子还说了些什么？我只听见他们讨价还价，别的没听见。处长，赶紧发通缉令吧！你别犹豫了，再犹豫人跑没影了。处长，啊，怎么样？有什么线索？城南门的哨兵有记录，大概下午2点10分左右，耶律驾驶着吉普车进了城，可在这之后，北门、南门都没有他的出城记录。拘留所是在南门外的郊区。他既然想逃跑，为什么还要进城呢？当然是为了钱。
那个妓女肯定把钱存在城里的银行里了。所有的银行都有我们的哨兵，也都没发现耶律的踪迹。那会不会他找人替他取钱？小许之前说过，他们之前谈判的价码是美金，而我们城里只有少数的几家银行有美金经营权。这几家银行我都调查了，今天都没有大额的交易记录。小季啊，哎，你和耶律齐共事比较久，对他比较了解，那么你认为耶律齐会不会为了这笔钱而铤而走险？我这么跟您说吧，处长，我已经派人看了，耶律的母亲还在家里，并且没有任何的异常。不是，等会儿，这和他母亲有什么关系？大胡，你可能不是特别了解，耶律这个人最是孝顺，如果他要铤而走险，一定会事先把自己的母亲安顿好。可就目前的现状来看，显然不是这样的。我也觉得耶律不是这样的人。好吧，通缉令暂时不要发，让各个银行加强内部管控。能让我和我女儿再多待一会儿吗？坐下吧。妈妈，哎。乖，躺下吧，好吗？啊，乖，躺下。小孙，你还有什么意见吗？报告，什么事儿？处长，我们在城南发现您的吉普车，车上没人。知道了。在城南发现吉普车，那就是说，耶律想让我们去城南找他，我偏去城北搜查。大胡，你先别急啊。耶律最喜欢虚虚实实，如果你顺着他的意愿，你去北城搜查，没准反而上了他的当了。那我就请求部队支援，多派人手，就算把城翻个底朝天，我要把他搜出来，我就不相信他还能上天入地。大胡，处长，你请部队增援这个事儿就，当务之急是要把人先找到。行，那我跟大胡去看看。好。哎，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没见过。走吧。哎，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没见过。仔细想想。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哎，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你呢？啊，没见过。答应你的事儿都办到了，现在我要问你，这么多钱你从哪儿来的？5000美金，可以把整个医院的医疗设备都买下来。你再努力也赚不到这么多钱。我把我的钱都给你就是了，你能不能不问的那么仔细啊？那可不行，烫手的钱我不拿。那些钱就是我死去的丈夫留给我的。那个宪兵队长，
没想到我们这么快找到你吧？是有进步，但还可以更快。你不用害怕，我跟你们走。把他也带走。是。走。处长，你说我到底算不算你们的同志啊？只要你把今天的事情说清楚了，就还算是。今天什么事儿啊？今天我在很正常的工作啊，苦劳没有，也不至于被别人拿枪顶着脑袋吧？你拐带在押人员外逃，这也算工作？外逃？逃哪儿去了？难道档案室不算我们军管会的吗？叶绿旗啊，你人回来了，车为什么遗弃在南城？我车开到南城就出故障了，我只能把它丢在路边。而且现在整个盐城都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，我把车停在家里，怎么算遗弃呢？胡说八道！处长，我们的人发现车辆的时候，车辆状况完好，火一打就着。你说错了，是咱们的人。那只能怪我运气差，一上车，车刚好坏了。叶律，注意你的态度。担人不办案，这个道理你明白吧？再说了，你把小许同志一个人丢在那儿啊？你擅自一个人回来，这就是你的不对嘛。老纪说的我接受。那你说说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这个人啊，独来独往惯了，没这个习惯和别人打招呼。下次注意。那你再说说，你为什么要带走小许的衣服？我帮我的同志捎一件衣服回来，有什么不对吗？处长，看守所的同志反映，他离开的时候，那件衣服是披在那个妓女身上的。妓女也是受压迫者，也是我们应该解救的对象。今天风大，我给人家披件衣服，又有什么不对吗？叶绿旗啊，季组长说的对，不管怎么说，你已经违反了侦察纪律。我接受批评，可是我也是为了工作。那好，你说你为了工作，你费了那么大的周折把小丸子弄出来了，你能告诉我到底为什么？小丸子有个女儿寄养在郊外，他女儿生病了，他是想出去看他女儿。你绕了一大圈，就是为了去看一个妓女的女儿？人之常情嘛。小丸子和张景发有过很长时间的暧昧关系，我相信他一定知道很多的线索。我把他女儿生病的事告诉你，就等于已经把线索给你了，你还不赶快去摘桃子，还在这训我？他女儿病了，跟线索有什么关系？你去关心关心人家女儿啊，她自然就告诉你了。小丸子呢？组长问话，什么态度？再问你一遍，小丸子呢？你要再这样，我就生气了啊！就因为我妨碍你收那5000美金了，是吗？坐。赵铁大同志，到。这个任务很艰巨，你跟着叶绿旗，首先要做一个有心人，是把他那些破案的窍门全学到手，省得他老拿咱们一手，整死了。还有，脑袋后边要多长一双眼睛，时刻注意他有什么异常。是，可是他是我的上级，他是我的领导呀。那我是不是你上级？是。我是不是他上级？是。那你是不是应该听我的？是。月光下的城，
北风中是谁的白雪皑皑，凌乱的脚印。冻僵的行李不必打开，免得逃避难为情。春死都不愿改，改不掉总是对我很慷慨，交给我的心习惯了偏执的距离，一再小心也逃不过易碎的命。在哪里等着你来，来把这心打开，别说你不怕被害。在哪里等着你回来，来去也许不该错过彼此的精彩。总是对你很慷慨，交给你的心，天真的跑进风里，不再小心，一路上逆风而行。在哪里等着你来，来把这心打开，别说你不愿被爱。在哪里等着你回来，来去也许不该错过彼此的精彩。在哪里等着你来，来把这心打开，别说你不愿被爱。在哪里等着你回来，来去也许不该错过彼此的精彩。或是不该，那么一定是精彩，精彩的不该。